2月26号 ，VTuber 行业的开创者半爱发布了回归视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于整个管人圈子来说呢，半爱的回归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围绕他的讨论还是非常激烈啊。其中最激烈的就是这次半爱回归视频是不是真的 AI？ 哎呀，看到这个问题还有点感慨。半爱的 AI 问题真是贯穿了微圈的始终啊！关于它是不是 AI 这个事儿呢 ，A8 和 Kizuna 爱社都还没有正面回应。当然，即使回应了，也可以大大方方的说就是 AI 啊，因为半爱的人设就是 AI 嘛，这也算是最强保护色了。但即便如此呢，我还是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以下是我结合现实情况的个人推理。首先说证据比较确凿的，由于半爱他自己在回归视频里面说希望更多的转向音乐，这是伴随半爱回归呢发布新的单曲 ，B 站就有，在他的简介里写着工作人员表，里面写了春日望。但标明了它是 voice model， 在我的印象里啊，很少有曲子会标明它的声音模型来源。你有可能会说啊，这也许是 A8 拿半爱是 AI 的人设玩了一个梗，就是说它的声优实际上是它的声音模型提供者嘛。但是呢，我发现在停止活动之前，半爱的账号是没有玩这个梗的习惯的，也就是说它是不会标明它的声音来源是谁的这种习惯，甚至呢，它都没有标注春日望参与了什么的习惯。一般来说，它只会说半爱是 vocal。这么标呢，一般是2种考量，其一是为了让粉丝们放心，因为毕竟半爱 IP 出过分身事件，春日望现在和这个 IP 是强绑定的，回归时标明春日望参与了制作，肯定是会有正面效果。第二种情况就是呢 ，Kizuna 爱的团队正在暗示大伙，半爱可能是以真正的 AI 形态回归。有朋友可能觉得我这么说有点牵强，我这边还查询了今年2月放出的采访春日望和 CEO 大阪无史的访谈文章，里面的这一段回答非常的暧昧，我贴出来，大伙可以细品。如果大伙觉得我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啊，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访谈的全篇。对于我来说呢，整篇都属于是比较模糊的回应，虽然这也是日本厂商的一贯口风，但结合其他的点，还是让我的怀疑加剧。比如春日望在去年就以小望的身份又开了一个虚拟主播账号，并且他还卸任了 Kizuna 爱社的顾问。比如说他回归之后没有再像之前那样每天录制发布早安视频，再比如说他的回归视频里面有轻微的口型和声音差异等等等等。好的，我们听一下。虽然我说了很多对半爱可能是真 AI 的推测，但是呢，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去各个地方去发表看法。首先，这只是我的个人推测，如果我猜错了，我一个人当臭傻逼不打紧，水友们跟我一起吃回旋镖就犯不上了。其次啊，如果我猜对了，我其实并不排斥半爱以真正的 AI 形态回归，原因就是说呢，如果你打开半爱的油管首页，用热度排序，你会发现它热度最高的视频基本上都是在5年之前，甚至6年、7年之前，也就是在它的分身事件之前。给各位不了解当时情况的朋友介绍一下，整个分身事件呢，对半爱的账号伤害基本上是毁灭性的。之后大伙也都清楚啊，半爱进行过一系列破局的探索，比如说去做一些直播呀，包括去尝试扩招，把这个分身事件的人转正，这些操作都没有能够让他回到他应有的位置上。所以当年半爱休眠呢，我认为是一种比较体面的离开方式。作为一个有300万粉丝的传统视频式 VTuber， 他的流量情况就已经非常糟糕了。甚至于他的毕业视频以及毕业回归的视频，这些理论上来说一个账号最应该受到关注的活动，收到的流量也离他巅峰时期相去甚远。我们可以说半爱的账号在分身事件之后以及休眠的这3年里，已经流失了他大部分过去的基本盘观众，而他作为开创者的技术积累实际上是不足以让他在现今竞争激烈的微圈再次崭露头角。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支持半爱以真 AI 的形态回归，因为根据我的观察，如果半爱回归之后是以大伙熟悉的形式活动，那他这边最多就热闹一阵，很快就会再度销声匿迹的。大伙不要以为我是在唱衰他，实际上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老人回归之后都是这样。但如果他们选择以担任技术层面上的开拓者身份回归，比如说在日本市场担当起 AI 虚拟主播的先驱，我认为这种回归不但是半爱的回归，而且是半爱精神的回归。因为半爱这个 IP 或者说 A8 这家公司本身在我的印象里一直都代表着一种胆大包天的冒险者精神。半爱和很多机缘巧合之间开创新赛道的探索者其实不太一样，你一开始就能看出来他和他的团队们是卯足了劲儿在做，并且相信自己能做好的。毕竟你想啊，他是一个在16年就使用一个还没有那么成熟的 3D 虚拟模型开始录制视频，他们开一次机可能就要烧掉几十上百万日元，来发明一种叫 VTuber 的这种全新的账号形式，探索一个全是战争迷雾的市场。在我的认知里，这本身就是一种胆大包天的尝试啊！甚至于哪怕是后面臭名昭著的分身事件，也是因为 A8 在扩张 IP 的手段里选择了最激进、最天马行空，也是几乎最无人尝试的高风险手段，所以他们翻车了。我只能说胆子大是一体两面的双刃剑，我没有说胆大包天是我在吹半爱 IP 的一些事情啊，我认为它一直就是半爱这个 IP 的底色。在看到这个情况呢，说实话我还是挺高兴的啊，因为我个人本身也比较看好 AI 技术未来在虚拟主播行业的运用。有朋友可能会问那春日望的春日望怎么办？这个我只能说，一方面是现在既然春日望愿意参与各种跟半爱有关的制作活动和访谈，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证
明啊，它和 A8 在一定程度上是谈妥了的。毕竟现在春日旺可不是当年那个任人拿捏的新手声优了，他曾经是 Kizuna 爱社的员工，但也只是个顾问，而且现在都已经离职了，不太可能再被公司逼迫着做什么不想做的事了。而且他愿意出面去接受这些采访呀，包括演职人员表里面可以写他的名字呀，说明他还是和 Kizuna 爱社这边是有合作的，应该也是有得到了工作的报酬。至于他们如果未来又谈崩了的话，那我们未来再说嘛。另一方面，春日旺现在有自己的账号小旺了，如果回归之后的万爱真的是 AI， 然后大伙又特别想看春日旺的话，也可以两边混着看嘛。总的来说，在 AI 技术水平日新月异的2025年啊，由于有 DeepSeek 这种理论上可以极大降低成本的大模型，又有类似于 Nero-sama 这种 AI 虚拟主播的实践啊，我总觉得一个高质量 AI 虚拟主播可以被广泛运用的时代和我们就隔着一层薄薄的纱了。这个技术基点什么时候会被突破呢？我也不好说，但我相信啊，在16年刚刚制作半爱时就把 AI 概念融合进去的这个团队，他们是有这种眼镜和技术去接受革新 AI 的发展的。如果半爱愿意去参与到这个我非常看好的未来虚拟主播的发展方向的话，那么我会认为他不但掌握了虚拟主播的过去，而且正在参与构建虚拟主播的未来，这更加符合我对行业开拓者的印象。虽然吹了这么多啊，但其实呢，半爱回归视频里面也说了，他之后想做虚拟歌手，也就是说更多的去发歌。我认为这是因为歌曲里面的 AI 部分比较好调，这个整体技术实践上呢还是有一定难题的。所以我建议大伙也不要对这个事儿过于期待啊。虽然我说我们和高质量 AI 虚拟主播只隔了一层纱，但毕竟还隔着一层纱呢。当然了，如果最后半爱没有走上 AI 虚拟主播这条道路，那我就是铁小丑啊。这期视频可以留着当赛博耻辱柱给各位打卡。最后给大家读一条评论啊，上次呢给大伙推荐电动牙刷的时候，有一位兄弟在评论区里留言，刚做了根管治疗，天天刷牙，但就是牙缝坏了，牙不齐加牙治不好，坏了好几个了。这位老哥这个情况啊，买再好的电动牙刷也不能保证你的牙缝不坏掉，那怎么样才能不坏掉呢？继续给各位家人推荐个宝贝，就是这个冲牙器，相信很多兄弟们都没有用过，我也是第一次用，现在用了1个多月，有一说一啊，我1天不用浑身难受，用之前觉得这个就是智商税，没什么效果，用完以后牛，好吧牛。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如果你塞了牙之后用牙签牙线麻烦不说，还弄不干净，但这个东西就冲个60秒，真的就60秒，冲完之后呢，牙缝里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冲干净以后牙缝里就不会有食物残留了，没食物残渣，这个细菌就不会把我们的牙齿蛀掉，更不会像刚刚评论里那位兄弟一样长牙缝蛀牙。牙缝蛀牙可要命还要钱，你看我朋友的看牙账单，一颗牙就花了5000多。你们不想长牙缝蛀牙的，不想长牙结石的，就用这个冲牙器，冲完之后呢很干净爽到，最关键的是预防牙缝蛀牙，省个看牙钱，牙结石也会少长，牙龈也就不那么容易出血，连洗牙的钱都省下来了。当然有兄弟会担心说，你又不是专业的，你说好用就好用啊。我说了当然不算，来我们看资料嘛，每个牙医都必须读的教科书上面说了，电动牙刷、牙线、牙签弄不干净的牙缝以及牙龈沟就要用冲牙器，而且不止一本哦，另外一本也推荐用冲牙器，特别提到要冲牙龈沟。冲牙器这个东西你们一定要用对方法，首先呢嘴巴要闭上，含着喷头，上牙走 M 型，下牙走 W 型，在45度角冲牙龈沟，内外都冲，这样既能预防牙缝蛀牙，又能预防牙结石产生，省洗牙和补牙的钱，一机多用，而且60秒就能轻轻松松解决塞牙。真的兄弟们，萌牙家的性价比也是特别高，特价才199，199的冲牙器保证大家用2年以上，2年内坏了可以免费换新，2年后坏了还可以半价以旧换新。另外他们也承诺你买回去要是不喜欢不好用，31天内包退。所以兄弟们看到的别犹豫别纠结，赶紧去买一支。那么我是电头，下次攒够一期素材我们再接着吹牛逼。